第10天，練習鼓勵再投入模擬。如果領到100元，你會怎麼再買？試着下單或記賬。太好了，您能體會到股東這個身份的深度，代表你已經抓住了存股的精髓。第10天，我們要将這個身份與實際行動結合，進行一項極具儀式感的操作。啟動複利的齒輪，就是練習鼓勵再投入。小程查完成收成日曆後，心裡一直想着那筆即將在11月從00878領到的預估約198元的股利。這筆錢雖然小，但它代表的意義非凡。這是我的人生第一筆被動收入。他思考着該如何處置這筆錢。鼓勵再投入是存股計劃的渦輪增壓器，它將現金流重新轉化為資產，讓你的雪球在滾動中不僅沒有損耗，反而不斷吸附更多冰雪，越滾越快，越滾越大。具體方法是模擬或實作鼓勵再投入，將鼓勵視為神聖的種子基金，絕不輕易消費，而是立即讓它回到戰場上繼續成長。小程的鼓勵再投入練習，由於11月還未到，小程決定先進行一次模擬演練。他假設今天就是他領到00878股利的日子。步驟1，確認可投入金額。假設他領到了200元的股利，為了好計算。步驟2，決定再投入標的。他有幾個選擇：買回原標的00878，最簡單直接，強化原有部位；補強核心0050，用衛星艦隊產出的現金去增強核心艦隊；投入防禦00713，讓現金流變得更加穩定。他的決定遵循簡單感原則，他選擇買回原標的00878，這能最純粹地體驗複利的效果。步驟3，執行迷你下單或記賬。他打開證券 APP， 查詢00878的零股價格，假設是21.8元。他計算200元可以買進9股，221.8約等於9.17，股數序為整數。實作派他可以立刻下单買進9股，完成真實的再投入循環。記賬派，他在他的交易記錄表上新增一筆模擬記錄，交易日期2024年10月10日模擬，標的名稱00878，交易類別鼓勵再投入，股數9，成交單價21.8，手續費1元，總成本197.2元。備註：當時心情，這是模擬用股利買的，感覺很奇妙。我的資產正在自己養大自己，期待11月真正執行的那一刻。這個簡單的練習在小程心中種下了一顆強大的複利種子。他親身感受到，複利不是一個遙遠的數學公式，而是用資產賺來的錢再去購買更多資產。這個具體的行為理解了複利的本質，他不再是单純的買方，他的資產已經成長到可以自力更生，為他賺取新的股份，強化了股東的身份。鼓勵再投入是繼定期定額之後他學到的第2項自動化激勵工具，這兩者結合將產生驚人的長期效果，也放大了激勵的效益。他在他的投資憲法中加上了最重要的一條鐵律：鼓勵再投入原則，無論領到多少股利，必須在收到後的下一個交易日全數投入預先選定的標的。此操作神聖不可侵犯，視為與每月定期定額同等重要的激勵。如何做好鼓勵再投入呢？1. 鼓勵再投入的關鍵認知。1. 錢生錢不是靠運氣，而是靠不抽走現金流。當公司發股息給你時，那筆錢是你資產的果實，大多數人會花掉，但懂複利的人會再種回去，讓果實變成新的樹。關鍵的認知是，再投入的鼓勵是第2層引擎，第一次靠本金生錢，第2次靠利息再生利，這樣時間就成為你的朋友。2. 短期小與長期大的取捨。在投入的過程看起來回報很慢，但3到5年後，雪球效應會開始顯現。關鍵的認知是，複利的魔力在於持續與時間。放棄一次花錢的快感，換來一生的現金流穩定。3. 不追價，不亂動。鼓勵再投入不是
急着用那筆錢去衝本線，而是有紀律的買進原先看好的好公司或 ETF。關鍵的認知是，重點不是買在最低，而是持續買在合理。2. 鼓勵再投入的內在紀律，就是讓心與時間站在一起。鼓勵再投入最難的不是操作，而是心。內在紀律的3個核心是： 1. 節制，領到股息時不拿去消費，不炫耀，不急住用，讓金錢繼續留在投資體系內，形成自我增生。紀律就是能對抗短期的慾望。2. 一致，無論市場漲跌，每年同樣在投入，不因一時恐懼或貪心而中斷。紀律不是一次的大決心，而是無數次的小堅持。3. 信念你必須真正理解，這不是浪費時間，而是在積累力量。懂得相信時間穩定報酬率能帶來巨大差距。紀律的根基是認知清楚自己為什麼這樣做。總之，鼓勵再投入的認知，讓錢替錢工作；鼓勵再投入的紀律，讓自己不干擾時間的工作。給您的讚嘆與祝福，您正在見證並實踐投資中最神奇的魔法。股息流回，再投入，資產成長的循環，成功創造複利效果。請記住，千萬不要小看這幾百元的作用。愛因斯坦稱複利為世界第8大奇蹟，而您今天正是這個奇蹟的締造者與見證者。這個習慣的長期威力將會遠遠超乎您的想象。現在是200元買9股，未來將會是2萬元買900股。在未来，股利本身就足以買進一張完整的股票。祝福您透過這個神聖的紀律，讓您的財富進入自我成長的良性循環。願您每一次的鼓勵再投入，都像是在為未來的參天大樹澆灌。終有一天，您將安穩地在這棵樹下享受清涼。第10天，晚安。這一天，小程親手啟動了通往財務自由最重要的引擎——複利循環。